观音天大视野，论财分生。大家好，我是百年。红海局势全面升级，苏伊士运河水道几乎中断。受此影响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导致中国前往欧洲的航线运价大幅抬升，中国贸易受到波及。于是互联网上兴起了这样一种言论，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事儿干得不地道，中国应该和美国一样谴责并且制裁胡塞武装，并且支持美国在红海的护航行为。中国船只不能走红海航道，这口锅真的要扣在胡塞武装头上吗？事实上美国才是掐断中国航道的真凶。最近1个月位于也门的胡塞武装利用反舰导弹或者无人机频繁袭击红海航道上的涉及以色列的商船。该组织称由以色列公司运营、悬挂以色列国旗或者前往以色列港口的商船都将成为该组织袭击的目标。为了报复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自这一警告发出之后11月19号以来，已经有10余艘商船被报告遭遇袭击，或者被警告要求调转航向。由于红海水道已经不再安全，德国赫伯罗特、丹麦马士基、瑞士地中海和法国达菲4大国际航运巨头先后宣布旗下货轮不再走红海水道，改绕行非洲好望角，导致国际海运价格大涨。本来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海运公司不能走红海水道，在我们看来反而是中国的机会。但是随着包括中原海运、东方海外、长荣海运在内的中国船运公司也宣布不走红海，民间的舆论风向随之一变。毕竟这影响到了中国的外贸，影响到了中国经济。虽然中欧铁路也可以弥补一部分运力缺口，但是铁路运输的规模天然不能和庞大的海运相比。那么回过头来看，红海水道被掐断这事儿，真的要赖胡塞武装吗？在百年看来似乎不尽然。胡塞武装的威胁确实让西方船运公司不敢走红海，但是中国公司也不能走红海，这个责任更多的要归咎于美西方。根据百年的调查在12月16号，西方4大航运公司宣布停航红海后，12月18号，伦敦国际保险市场上红海航线保险价格暴涨。其中战争险的价格从12月上旬的船只造价的 0.07% 上涨到了 0.7%， 上涨整整10倍。以一艘5亿人民币造价的邮轮为例，红海航线的保险价格相比于过去要多花300-400万，约合50万美元。再加上同样上涨的货物保险，根据海通期货航运组的测算当前一艘船过红海的固定保险成本就比绕行好望角的成本更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18号保险费用暴涨的同一天，各家中国航运企业被迫宣布停航。百年也和航运内部的朋友做了求证，中国船运企业不走红海，确实不是我们怕胡塞武装。大家都知道，胡塞武装的背后是伊朗，他们犯不着袭击和伊朗友好的中国，属于自讨苦吃。真正的原因还是保险费用暴涨所带来的经济成本。那么这件事就有意思了，胡塞武装袭击西方国家商船早在11月下旬就开始了，那么为什么伦敦市场的保险价格直到西方航运公司都宣布停航之后才开始暴涨？只能说这是为了不让中国航运公司取得额外优势，美国联手英国小弟做的一个局。这个局并不是百年的臆测，因为美国不是第一次做了。在航空市场上美国也在利用其长臂管辖权阻碍中国公司取得额外优势。这一件事情的起因要从俄乌冲突说起。俄乌冲突之后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其中就包括禁止西方航运公司通过俄罗斯领空。为此俄罗斯每年损失上亿美元的领空通行费。但是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与中国不相干，俄罗斯又是领土第一大国，是中美中欧航线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的航空公司还是想走俄罗斯。可是西方国家不干了，如果中国公司可以走俄罗斯，因为航程短、票价便宜，中国公司相比于西方同行会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禁止通过俄罗斯领空的中国航班落地，这就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如果想飞美欧，也必须绕开俄罗斯。至今虽然疫情已经结束了，但是中美中欧之间的航线依然没有完全恢复，航班少，票价贵，承担损失的都是我们消费者。这件事情最后要归咎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令，以及对我们的霸道管辖。所以可以看到今天发生在船运市场和空运市场的两件事，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2个翻版，都是美国长臂管辖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对于美国而言，他的霸道管辖虽然可以阻碍中国一时，却阻碍不了我们一世。
因为红海水道中断，首先损害的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威名。有些人认为呢，美国远在美洲，贸易航道大多不过苏伊士运河和中东，所以红海中断就和美国没关系了。其实不然，每年呢，中东各大石油国以军火贸易为名，向美国上缴数百亿美元保护费，要的就是美国保护中东航道和王爷们的人身安全。甚至呢，石油美元能够成立，都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密不可分。现在呢，连一个小小的胡塞武装，美国都没有辙。那么以后美国在中东怎么当带头大哥？所以对于红海水道中断，美国当然非常着急。12月19号就匆忙宣布要搞一个红海护航行动，拉上20个国家一起。但是这一次红海护航将美国的底裤暴露无遗。首先呢，美国因为在俄乌巴以战场上顾此失彼，5个盖子盖10口锅，已经没有能力再独立进行护航，必须叫上盟友一起分担压力。而这一次呢，美国的盟友们也不够给力，像澳大利亚这种无眼盟友就直接表示拒绝护航，挪威、荷兰等国家呢，则是只派了几名军事观察员给美国加油打气。真正派了军舰出力的只有美国、英国、希腊3国。当然呢，在美国开始护航之后，百年也听到了坊间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如果红海水道重新通畅，中国才是美国护航行动的受益者。这一次我们又搭了美国的便车。真的是如此吗？遥想2年之前，美国匆忙撤军阿富汗的时候，当时中国民间也有类似的声音，认为呢，中国才是美国驻军阿富汗的最大受益者。一旦美国从阿富汗撤出，中国的边境将会大乱，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将会泛滥。但是2年多过去了，事实证明没有美军的阿富汗没有乱。最近呢，塔利班当局在禁毒问题上也是成效颇丰。根据2023年11月联合国禁毒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自2022年4月份塔利班发布禁毒令以来，曾经是全球最大鸦片产出国的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锐减95%，并且为了振兴本国经济，塔利班积极引进中国企业。例如2023年1月份，塔利班与外国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就是由中国石油公司签署的油田开采协议。另外呢，阿富汗锂矿资源非常丰富，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至今呢已经有20多家中国矿业公司前往阿富汗进行调研。当然，塔利班的政策并不全是对的，有一些政策在我们看来呢是开文化倒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今天的阿富汗至少是比美国驻军时期要好。所以阿富汗既然可以做到，也门、中东是否也可以呢？今天红海水道被中断，问题的根源在巴以，而巴以的根源又在美国。如果美国能够撤出中东，今天的中东由中东人自治，经济问题上有中国人帮忙，会不会更好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护航红海水道或许并不是什么善意之举，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并且侧面加剧了中东的混乱和对抗。我们中国人也没有必要感谢他。正相反，美国如果能撤出中东，或许才是世界的福音。当然呢，想让美国撤出中东，美国人自然是不干的。不但不干，我预计接下来呢，美国人大概率还有2个反击的举措。第一个举措呢，就是让以色列尽快结束在加沙的战争。这个结束可以是以色列雷厉风行，全部占领加沙地区而结束，也可以是以色列打不下去，选择和哈马斯停手而结束。总而言之呢，只要巴以冲突尽快结束，美国一方面就能腾出手来接管红海问题。另一方面呢，美国盟友在巴以和红海问题上大多不愿意站队美国，是因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残忍举动违反了国际道义。西方国家内部反以色列的声音不小。如果加沙战局能够尽快结束，掌握国际舆论权的美国就有能力重回道德高地，比如渲染胡塞武装的恐怖行径，在中东问题上化被动为主动。第二个举措呢，就是联手中东的封建王爷们，重新构建反胡塞武装、反伊朗联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红海护航行动共有20国参加，其中呢8个国家要求匿名。百年估计他们大多应该是中东的石油王爷国。一方面呢，红海航道被中断，确实影响了这些国家向欧洲出口石油，他们想管。但另一方面，因为现在中东反以色列的民意高昂，石油王爷们呢又不得不顾及，所以值得匿名参加。对于这些石油王爷们来说，国内的民族主义泥腿子们比外部的敌人以色列更加可怕。以色列再厉害也不会打到家门口，可如果内部爆发革命，像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一样，那就真要了王爷们的老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以保护王爷性命的名义至今驻军中东。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不够团结？
在巴以问题上啊，今天同属逊尼派的沙特等国呢，依旧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在反以问题上不够出力。比如沙特对以色列只是口头批评，反而是已经革命过的伊朗，尽管是什叶派，却扛起了反以的大旗。本质上还是因为封建制度最大的敌人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外国列强。像清朝的最大敌人不是洋人，而是太平天国一样。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今天的美国依旧能够在中东左右游走。所以我们说，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案例证明美国的实力在衰退，巴以问题又让美国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弄得灰头土脸。可是美国毕竟有根基在，而中东呢，远非铁板一块。未来涉及到中东，美国和以色列、沙特和伊朗乃至中国，必然还会有来来去去好几个回合的博弈。美国的衰退尽管都说是大的趋势，但是中东的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